好心4500元，帮全村拉几10万斤蒜苔。村民嫌贵，找了2800元的飞车队，还纵容混混打飞我女儿的棒棒糖。结果贪小便宜掉进杀猪盘，被困荒山黑店，断冷气捂烂蒜苔，反遭勒索12万天价。哭爹喊娘跪求我回去救命，就可以去做圣母。商业紧急救援13500，少一分不开车门。这咋是个娘们儿？顾白家这媳妇儿开这么大的车，能行吗？咱们这几10万斤的蒜苔可是全村1年的命根子，让一个女人握方向盘，万一在盘山路上出了岔子，翻了车，把货全给砸了，把它卖了都赔不起。一路开过来，辛苦了。压缩机的数据我都记录好了，一切正常，可以直接开始预冷。妈妈最棒，妈妈倒车最帅啦！哎！你这婆娘干啥呢？赶紧装声啊！往里面喷这些水淋淋的东西，把咱们的蒜苔弄坏了咋办？蒜苔在38度的高温下易发生呼吸热反应，也就是俗称的自发热。如果不提前进行车厢降温和彻底消毒，把表面温度压下来，你们这几10万斤货闷在铁皮车厢里，还没出省，就会捂成一车酸臭的烂泥。不，各位乡亲，南星是为了帮村里抢收这批快烂的蒜苔，特意推掉了省城一单8000块钱的急活赶回来的。这次跑这趟线，我们只收咱们村4500块的底价，抛过路费、柴油钱，我们再贴钱帮忙。哼，4500就4500吧，赶紧装货，别磨蹭。停！都过了咋呀？停！都别装了，乡亲们，你们这是被人当猪崽给宰了，还帮人数钱呢！张小黑，你在这满嘴喷什么？咱们村的货正急着走呢，别来捣乱！哎呦，我的村长叔哎，我这可是为了全村人的血汗钱着想。呸！给大伙儿介绍一下，这位是镇上兄弟汽修和车队的刘老板，人家手底下10几辆冷藏车跑省城，那可是熟门熟路。你们猜猜，刘老板收多少钱？只要2800块。顾白，你小子行啊！亏你还是咱们青叶村和同一口井水长大的，合伙带个外地娘们回来坑咱们的血汗钱是吧？4500块，我看你们两口子的心比锅底还黑。张三叔，顾白也是人，你去市面上打听打听，这么热的天，15吨的冷链跑省城，光油费和过路费就得小2000，再加上冷机全程运转的损耗，4500绝对是倒贴的底价。他们那2800根本连本钱都不够，这里面绝对有问题。有什么问题？我看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们。顾白，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天天跟在一个女人屁股后面转，你懂什么叫跑车？这沈天星一个女人懂什么大车？她就是在外面跑野了，学会了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故意宰乡亲们吃回扣呢。刘嫂，哎，沈丁香是你嫂？自古以来哪有女人开这么大车的？我看她这车指不定是从哪儿骗来的。女人就是眼皮子浅，心眼毒，连自家人的钱都骗。各位乡亲，你们冷静一下，听我算一笔账。青叶村到省城农贸市场全程320公里，15吨的重卡，100公里油耗至少35升。现在的柴油价格，光单程油费就要将近900块，加上高速过路费、冷机独立电链机的油耗，硬性成本逼近2500块了。刘老板开价2800，抛去成本，他这一趟连300块钱都赚不到。他手底下要养车队，
养司机，300块钱够干什么？这在商业逻辑上根本不成立。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在运输过程中绝对会断开冷机电源来省油，或者在半路上巧立名目敲诈勒索。38度的高温，冷机一停，几十万斤蒜苔几个小时就会全部烂掉。放狗屁！你一个天天吃软饭的书呆子，还在这糊弄谁呢？人家刘老板是做大生意的人，薄利多销，你懂不懂？这么个败气了，顾白，我看你就是看不得我们大伙省钱。顾白，咱们村的事儿还轮不到一个外地媳妇来做主，女人家的不在家生娃做饭，抛头露面出来倒腾车，简直是丢人现眼。既然刘老板都要只要2800，那咱们的货就交给刘老板啦。你们这4500的天价车，咱们青叶村用不起。王富贵，你是不是老糊涂了？真以为我是在求着拉你们这批烂摊子？底盘漏油，轮胎吃胎，最上面那台压缩机的冷凝管，甚至连保温层都脱落了。你们把全村人一年到头脸朝黄土背朝天种出来的几十万斤命根子，交给这种连废品回收站都不要的破铜烂铁。既然你们信这2800块钱的夺命车，那你们就尽管去。既然你们觉得女人贪婪，觉得2800块钱能把你们的命根子安全送到省城，那你们就去装他的车。这青叶村的蒜苔，今天就是跪下来给我1万块钱，我也绝不拉。哼，好言难劝该死的鬼，我倒要看看你们这几十万斤的宝贝蒜苔能不能活着见到明天的太阳。走了好，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留在村里就是祸害。还是刘老板仗义，2800一分不少，咱们可是省下了一大笔钱。就是，都愣着干什么？赶紧给刘老板装车呀！早点送到省城，咱们早点拿钱回家盖新房。刘哥，还是您高明，几句话就把青叶村那帮土老闹给忽悠瘸了。2800元一车，您轻轻松松就把运费赚到手了。赚运费？小黑呀，你到底还是没见过世面的村痞子。老子手底下养着7、8个兄弟，一天吃喝拉撒得多少钱？2800块钱抛去油钱过路费，连塞牙缝都不够。各车注意，前面就是老3盘山道，这地方连个鸟都不拉屎，更别出探头了。全都给我把车厢上的独立冷具电源掐了！听见没有？听见没有？立刻掐断！2车收到，已经掐了，3车断电完毕。刘哥，这可是大夏天啊，外面38度，几十万斤蒜苔要是断了冷气，用不了半天就得全捂烂了。烂？不把这批蒜苔捂得冒热气，老子的下一步计划怎么往下唱？再往前开20公里就是兄弟汽修大本营，到那儿以后我就告诉他们，他们装的货太重，把老子5辆车的压缩机全给憋烧了。钢铁车轮滚滚向前，驶入手机信号逐渐消失的荒山深处。咱们村的蒜苔可是今年最顶尖的货色，到了省城绝对能卖个好价格。坐在驾驶室里做着发财美梦的村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命根子已经踏进了鬼门关。哎呦喂，可算停下来了！刘老板咋停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了？咱们不是得赶紧去省城交货吗？妈的，老子就说这一路上车怎么越来越沉！你们青叶村这帮刁民，是不是想坑死老子？刘老板，你这话是啥意思？咱们可是签了合同，按车付钱的，谁坑你了？啥意思？你们装车的时候是不是虚报重量了？老子这15吨的车，你们是不是给塞了20吨的货？你放屁！我们装车时都是过了地量的，一车正好15吨
连筐子的重量在里面了，1斤都没多。你少在这儿血口喷人！你们自己瞎了眼不会看吗？你们的蒜苔水分太大太重，把老子这5辆车的制冷压缩机全他妈给憋烧了！什么？压缩机烧了？村长，别听他瞎胡咧啰，我不信，这好端端的机器咋能说烧就烧？完了，全完了，全完了！我的老天爷呀！这可是咱们全村人1年的命根子啊！刘老板，刘爷爷，我求求你了，这货要是烂了，咱们全村人都得去上吊啊！你赶紧让师傅把压缩机修好，把冷气打开呀！求求你了！12万，少1分钱！今天谁他妈也别想走出这个院子！快报警！快报警！快抓这些土匪！对，找警察！找警察！怎么没信号？怎么会没信号？别费劲儿了，这里是老3盘的黑匣子沟，连卫星都照不到的地方，你们就算喊破喉咙，也只有山里的野猪能听见。小黑呢？张小黑那哪儿去了？不用找了，你们村那个叫张小黑的二流子，早就在进山之前拿了老子给他5000块钱回扣，在前面的岔路口下车溜了。你们这群蠢猪被人卖了，还在这眼巴巴的指望别人救你们呢！ 12万，现金还是转账？给你们半个小时凑钱。都怪我这张破嘴呀！咱们放着顾白媳妇那4500的好心价不要，非得贪图便宜找这帮催命鬼。咱们就是为了省那1700块钱啊！当众辱骂沈年星，把人家的一片好心当成驴肝肺。村长，咱们报警吧！报警！这荒山野岭的，连个信号都没有，拿什么报？就算警察来了，这地方连个路标都没有。等他们摸进山里找到咱们，蒜材早烂成肥料了。远水解不了近渴，现在就算警察把光头刘抓了，谁来给咱们把这几10万斤的货拉到省城去？顾白媳妇儿沈年群，他的车是15吨的顶级冷链，只有他能救咱们的货，只有他能把咱们从这火坑里拉出去。去找信号，赶紧去找信号！有了，有一不敢大声喊，生怕惊动地下院子巡逻的打手。快打给顾白！喂，哪位？顾哥，南星嫂子，救命啊！你们不是跟着光头刘的车队去省城了吗？出什么事儿了？顾哥，我们被骗了，全村人都被张小黑那个给卖了。光头刘把我们拉到了荒山野岭的黑店，故意把冷气断了。他说我们的货太重，把他的5台机器全憋烧了，张口张嘴要我们12万的维修费啊！大门被他们锁死了，周围全是拿着钢管的打手，我们出不去了。顾白啊，南星媳妇儿啊，我们错了，
我们全村人都瞎了狗眼，被猪油蒙了心呐！那铁皮车厢里的温度都快50度了，咱们的蒜苔已经开始出水发黄了，再有几个小时就全烂成泥了。南星媳妇儿，我求求你了，你那车能打冷气，你来救咱们吧！南星啊，婶子给你磕头了，你也是当妈的人，你不能眼睁睁看着咱们全村人去死啊！王富贵，你们是不是记性不太好？既然你们信那2800块钱的夺命车，那是你们自己选的路。南星，算我求你了，1万！你当时不是说给1万也不拉吗？我们给1万，求你回来！南星，这趟浑水我们可以趟。你还在同情他们？我不信神佛，更不同情白眼狼，但我们是商人，现在不是同乡互助，这是一场极其典型的商业紧急救援。他们距离我们60公里，山路崎岖，属于高危路段。这批蒜苔已经处于极度危险的临界点，需要立刻使用最大功率的制冷压缩机进行暴力降温。这种级别的紧急拉网救援，在行业内的底价就是13500块，4500那是贴钱的乡情，13500这是干净的商业利润。我们不需要他们的眼泪，也不接受他们的道歉。我们要的是这笔理所应当的合法合规的高额急救费。更何况，人虽然烂透了，但地里长出来的粮食是无罪的。几十万斤的蒜苔，不该为他们的愚蠢陪葬。都给我闭嘴！听好了，我现在以独立运输人的身份接单，这是一场商业救援，不是同乡帮忙。救援费用13500块，1分都不能少。别说13500，只要能救命，2万我们也给。还有，从我接下这个单子开始，青叶村与我沈南星一家钱货两清，从此再无半分情分。任何人如果敢再跟我提一句道德绑架的废话，我立刻把车门锁死，把你们和那些烂蒜袋一起留在黑店里发臭。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我们一定给钱，求求你快来！顾白，坐稳了。是他，是他来了！顾哥和南星嫂子来救咱们了！你怎么敢吃来车马？去把他拽下来！你们自己闻闻，这里有半点电线烧焦的味道吗？皮带绷得比你们村长的脸皮还要紧，哪里有半点断裂的痕迹？是啊，刚才车停下来的时候，根本没有闻到什么烧焦的味儿啊！你放屁！你一个臭娘们儿，臭娘们儿懂个屁的修车，里面的转子都烧化了，你在外面当然看不出来。老子说这是烧了，一发烧了就是烧了。转子下烧化了，那就让你死个明白。这个光头只是让人在半路上拔掉了保险盒里的一个温控继电器，没有了这个继电器，冷机的控制主板就无法接通压缩机的离合器电源，整套制冷系统就会立刻瘫痪。这就是你们几十万斤蒜苔在这3伏天里被硬生生焖煮了3个小时的全部原因。南星媳妇儿，咱们该怎么办啊？要不咱们把门挪开，赶紧冲出去吧。没信号。你这种井底之蛙，是不是以为全世界的通讯工具都只有你口袋里那个几百块钱只能连民用基站的破手机？你以为我刚才把车停在这个角度只是为了堵死你的门？在天线旁边的是360度无死角的高清云端记录吸取阵。你是在录像？录像？那太低端了。
从我撞开你这扇大门的那一刻起，这个院子里发生的所有事情，包括你拿着钢管威逼村民，包括你亲口敲诈那12万的天价维修费，全都被这套矩阵清清楚楚地拍来了下来。这份1080P 的超高清视频，甚至连你脸上有几颗麻子都拍得一清二楚啊！并且它没有保存在车里，而是通过卫星网络直接同步云端，直通省公安厅的指挥中心。不可能！你诈我！你一个开大车的，怎么可能有省厅的门路？你是在诈我！不对，你肯定在骗我！你就是一个开破大车的外地媳妇儿。就算你车上装了什么卫星天线，你有什么资格把视频直接传给省公安厅？你以为省厅是你家开的吗？警察会管你一个女司机的闲事儿？你吓唬谁呢？兄弟们，别被这女的给唬住了！她就是个纸老虎，在跟咱们唱空城计呢！把她车上的行车记录仪全拿了，我看她拿什么去打报告！不见棺材不掉泪。我的职责不仅是驾驶这辆重卡，更是受省公安厅刑侦局和交通厅联合委派，专门负责在偏远路段巡线，拔除像你们这种切断冷机、敲诈勒索、暴力劫持过往货车的路霸毒瘤。领导，我错了，我真的不知道是您啊，我瞎了狗眼，求领导给我条活路吧，我再也不敢了。沈监助员受惊了。1天几，省厅指挥中心接到了你重卡上和云端天眼实时传输的求救信号，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巨额敲诈勒索，刑侦大队连夜奔袭。放心吧，沈监助员，有了铁证，光是涉黑破坏生产经营这2项，就足够他们在里面踩10几年的缝纫机了。南星媳妇啊，不，沈监督员，今天真是多亏了你呀！你大人有大量，千万别跟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泥腿子一般见识。咱们的货还在那破车里闷着呢，你赶紧把你的大车厢打开，咱们好把蒜台装进去啊！王富贵，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警察抓贼那是法理，我开车救货这是买卖，这是一场纯粹的商业紧急救援。13500块，现金还是转账？少1分钱，我的车厢门绝对不会打开。如果半个小时内我看不到钱到账，我立刻上车走人。南星，咱们都这么熟了，你看光头刘也抓了，这钱能不能少点儿，或者先欠着？咱们现在身上也没带这么多钱啊。没钱？刚才光头刘要你们12万的时候，我看你们打电话借钱挺积极的，现在拿13500出来保命根子，跟我说没钱。既然没钱，那就让这批蒜菜在这黑瞎子沟里烂成泥吧。别走，我们给，都愣着干什么？掏钱啊！一人出几百，赶紧凑齐。微信收款13500元。冷气我已经开到最大光度，货你们自己倒腾。记住，装车的时候动作轻点儿。谁要是敢把我车厢底板弄脏了，我立刻把他连人带蒜材一起踢下去。现在开始干活。咱们这也算是共同经历过生死了。光头刘被抓了，货也保住了，这都是你的功劳，咱们全村人都记着你的大恩大德呢。说重点。你看那13500块钱，可是抽干了咱们全村的血呀！你现在是省厅监督员，开着几百万的大车，肯定不差这点儿。能不能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把那钱退给咱们一半？不，退个3500块钱就行，就当心疼心疼你这些大叔大伯了，行吗？是啊，南星，你也是当妈的人，你知道拉扯一个家有多不容易，你就当发发善心，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咱们回村以后去讨饭吧。
王富贵，你们是不是觉得只要把穷字挂在嘴边，全天下的人就都得无条件的惯着你们的贪婪？几个小时前在打谷场，我推掉省城急单，只收4500底价帮你们拉货。那时候你们觉得我赚了黑心钱，为了省下1700块，毫不犹豫的把我赶走，甚至纵容流氓推倒我的丈夫，打我女儿的手。那时候你们怎么不说大家是乡里乡亲？那是因为咱们不懂大车，被张小黑那给骗了啊！不知者无罪嘛。不知者无罪。你们不是不懂大车，你们只是贪得无厌，觉得牺牲一个女人的尊严和同村情分是极其划算的一笔买卖。现在知道怕了，又跑来跟我提乡情、提同理心。我告诉你们，我沈南星不吃这套。可是你现在是官家的人呐，当官的就得为人民服务，你怎么能见死不救，死要钱呢？我要凡事，你倒还什么？怎么道德小伴物就得道德不你了？第一，那是商业急救费，是我用技术、设备和风险换来的合法报酬。另外，为人民服务，服务的是遵纪守法的公民，而不是你们这群见利忘义、恩将仇报的白眼狼。刘婶儿，你刚才让我发善心，我告诉你，我女儿今天在打谷场上掉进泥水里的那根草莓棒棒糖，在我眼里，比你们全村人的尊严加起来都要贵重10000倍。从那一刻起，咱们之间就只剩下冰冷的金钱交易。想要调，想要钱，自己去地里刨；想从我这儿玩道德绑架抠钱，做你们的春秋大梦。沈老板，你可算来了！昨晚接到你电话，我可是推了别人好几车货，专门给你腾的冷库。李总客气了，货在车厢里，昨晚中途换的车，但我接手后全程2度恒温，您先验货。漂亮！换做普通的冷囊车，这蒜菜至少得蔫掉2成。沈老板，你这冷链技术在省城物流圈绝对是这个神了！王富贵，唰的一下就掉下来了。你好有神啊！你们就是青叶村的代表吧？算你们运气好，能请动沈老板。这批蒜苔保鲜完美，我按市场最高价1.8块1斤全收了，30万中，一共54万。你们以后有货就认准沈老板，不怕告诉你们，现在省城好几个生鲜大老板开出底薪2万加提成的价格，想买断沈老板的专线，人家还不乐意接呢。你们1万多块请动他跑这趟急救，简直是祖坟冒青烟了。南星媳妇儿，我们错了，真的知道错了。这钱我们拿到了，全村人都念你的好。以后咱们村的货，你还能不能？不能，钱货两清，这是我应得的报酬。你们不欠我人情，我也不图你们感恩。从今往后，青叶村的任何事情与我沈南星无关。江湖路远，各自安好。妈妈，我们去吃好吃的，对不对？对，去吃好吃的，然后去接新的订单。迎着冉冉升起的红阳，如破晓的利剑般绝尘奇贵。